么想法说说呀？咱们考不考虑再请胡敏做工作？胡敏的意见对宋成功来说是有作用的，但是起不到关键性的作用。他们家的主心骨，那还是宋成功。至于宋成功是不是回国，宋成功那大主意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现阶段胡敏太帮着咱们劝宋成功回去，以宋成功的多疑，会适得其反。我们都抓到了他身边内鬼，一直也得保护他安全。我觉得人总得领情吧。他这种人能领咱们的情吗？想什么呢？我是在想，其实像宋成功这样的案子呀，要是放在国外就容易多了。怎么讲？在西方很多国家有那种证人保护制度，尤其是涉及到污点证人，就是对那些愿意主动跟司法机关配合指证自己的犯罪同伙的人，可以对他们提供司法保护。对，好莱坞好多电影里不都讲这些事儿吗？没错，不过电影归电影，咱们国家目前这方面还没有相关的法律制度，所以用不上。我听说呀，部里好像派个同志去国外考察学习过相应的法律。你是不是想说，在这一次行动中，咱们可以思考一下这问题，甚至在实践上做一些尝试？志豪，你这个提法好啊！有这样的可能性吗？应该有，应该有。哎，不管怎么说吧，从一开始找不着人，到他想逃跑，再到后来思想转变，这就说明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。关键还是下一步，咱们怎么办？等啊！等，但是不能出错牌。肖律师，老本的案子快要开庭了，我们整理了一下，公诉人能够找的证据也就这些了。其实海外的这些事儿，我倒不是特别担心，只要施亚南和弗兰克回不来，这些物证定不了老板的案子。我现在担心的是宋成功啊。可是老板那边不是已经……只要一天不确定他能不能回来，老板那边就如坐针毡。施亚南根本没有回来的必要，那个 Frank 连自己的屁股都擦不干净，更不可能。至于那个宋成功嘛，他敢回来吗？他可是龙东集团的2号人物啊。不管怎么说，只要老板的罪名不成立，上面的罪名也不成立。哟，高局，宋总，你这是睡不着觉啊！你也没睡呢？我估计啊，这酒店里边也就咱们2个人还没睡呢啊。睡不着，咱俩聊聊啊。聊聊。哎，高局，我一直在想啊，如果您不当警察，那会干点什么别的吗？这我还真没想过。我想想啊，出事，顶多是一大事。开玩笑。那你呢？如果你要不做生意，你想干点什么？
我跟您说过，我喜欢历史。哦，对，你跟我说过。你瞧我这记性，我都给忘了。哎，后来是没考上。哎，你看啊，这人生就是这样啊，前边的路都是未知的，不会有一个人往前跑几步，再一回身一看，我走的路对还是错？不可能。所以说，不管是对是错，咬着牙就得往前走啊。你这话我不同意。你知道前面的路不好，你干嘛还闷头往前走啊？往回走2步不就完了吗？宋总，这工作组的人你看见了吗？啊，他们刚吃完饭，现在去散步去了。他们倒是过得挺悠闲的。他们没问起我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哎，那老程呢？你看见了吗？哎，这不，啊，哎，老程。哟，高局，看书呢？有事啊？我能坐下说吗？坐吧。高局，其实我们宋总早就想回国了，他私底下跟我说了不知多少次了。他想回去指证廖启东。您想，如果让廖启东这种人继续为祸一方的话，那我们宋总也良心难安呐。看来你们宋总还真有正义感，那就别耗着了。这不是宋总的情况比较复杂吗？高局，要不您向我投个底？投什么底呀？如果我们宋总回国了，指证了，立功了，那么减轻刑罚究竟会减轻到什么程度？你是律师啊，法律条款你比我清楚啊。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，您一定是说得上话的。只要您费费心，帮帮忙，那么情况肯定会不一样。另外，我们宋总是特别讲究知恩图报的人，一切都好说。您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不明白。其实就是交个朋友。是你想跟我交朋友，还是你们宋总想跟我交朋友？都是啊，都是。如果你们宋总想行贿我，就让他直接来找我，免得让你在中间跑来跑去的，多累啊！不，是我自己要来的，我们宋总根本不知道，而且我也根本没有想行贿你。这也许是我表达的不够恰当。知恩图报，交个朋友，这话说的多明显了。我看你们宋总走黑路走习惯了，恶习难改。高局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！这件事的确是我擅作主张，
是我要来的，我们宋总根本不知道。行了，不用再解释了，回去告诉你们宋总，从现在开始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不要再回头走以前的老路了，走一些正路，不然的话，没有谁能帮得了他。还想吐吗？怎么突然之间那么严重啊？不知道吃了什么，胃这么难受啊！你来漱漱口。秦经理，宋总叫您。秦经理都吐成这样了，肯定不行。你去跟苏总说一声吧。这个程律师去找您这事儿，我刚听说，我把他臭骂一顿。你说他怎么能这么干呢？啊？是，我也能理解，他跟了我这么多年。他这么去做也是替我着急，可是你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，你不能背着我，你这，哎呀，我跟他说了，人家高局那是讲究原则的人，你，宋总，这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想那么多没用，啊，是。哟，殷主任，二位都来了哈，哎，对，正好，上次那个秦经理你们还记得吧？又准备了几个唱段。今天是哪出？哎呦，这个我还不清楚啊，说给大家一个惊喜。哎，秦经理呢？秦经理生病了，我来替他。你是谁呀？我是新来的，我叫柳娜。算了，不唱了，回去吧。等秦经理好了以后再说。别，既然来了，就唱两句吧。你看，宋总。好，既然尹主任想听，那你就唱几段吧啊。等会儿，唱什么呀？秦经理就教了我几句，是《四郎探母》里的。四郎探母，京戏里我就喜欢这一出。听他言，想得我浑身是汗，是无灾。到今日他才吐真言，原来是杨家将他更新，他还他死家乡，想不如也不能团圆。秦经理就教了我这4句。新学的就已经很不错了，这样。还不快谢谢啊！谢谢领导。柳娜，刚才表现不错。秦经理这几天生病了，你就进包房服务吧。谢谢经理。好好干。殷主任还是行家。不敢，就是喜欢听几句。是这出戏写的太好了。哎，尤其是里边这个杨四郎啊，你看他那种处境，难呐。可是再难，他也得做个选择。还不快上菜？还站着干嘛？哎，喝茶。夏律师，后天就开庭了，我怎么觉得这么没底呢？有什么没底的？廖总一口咬定他不知道，底下的人一口咬定是宋成功命令的。只要宋成功不回来，证据链就不完整，他们就定不了廖总的罪。可万一宋成功回来呢？不可能。尹主任，您倒是问问高局啊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一天天的，咱也不能跟这儿养老啊。呵，你多大岁数了？嗨，这都几号了？廖启东那边快开庭了吧？稍安勿躁，高局正等家里下一步指示呢。啊，开小会呢。
等急了吧都。家里来信了，对宋成功的事情做了指示。行了，别养老了，干活吧。人宋成功也着急了，说最近怎么没搭理他？刘娜，门口人找你。谁啊？说是你亲戚，有东西给你。啊，谢谢啊，没事儿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哎呦，高局来来了，坐，请坐。来，坐。宋成功，今天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如果你能如实地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，如实地检举揭发其他人的犯罪事实，那么我们就可以依法对你最大限度的从轻处罚。而且在取证期间，可以保证你的通讯自由，家属可以探视，公司也可以正常经营。两个如实啊，记住，两个如实，这是前提。好。高局，我注意到刚才你提到依法最大限度的从轻处罚，你能现在给我解释一下吗？其实你只要明白，一切都在法律的框架之内，都有法可依，这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想提一个小小的要求，能不能把二位刚才所说的，用文字的形式，给我一份书面材料？这没问题。我们对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信口开河，所以我们从不担心白纸黑字落在纸面上。那就好。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拿到文字材料之后，再认真的讨论一下。您说呢，高局？哎，老程，刚才你提醒我那2点非常及时啊，就是要让他们拿出书面承诺来。哎，坐，老程啊。
大浪淘沙。流水的公司，铁打的程律师。国华，你一直都是我最信任的人。啊，你跟我说说，我该怎么办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跟工作组回去吗？可我不是你呀。哎呀，就是这个比喻嘛，那好像就是我。你说我现在该不该跟他们回去？宋总，其实我怎么想并不重要。我很想知道你的诉求和你的真实想法。我冒昧的问一句，你想回去吗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谁愿意整天在这么国外人们跑来跑去的呀？那我肯定是想跟他们回去的，但是关键是，尽管工作组明确表示可以依法从轻处罚，可我以前干的事你不是不清楚。即便是从轻处罚，可这个度又是什么呢？问题就出在这儿，关键是依法二字。这么说吧，如果依法二字还在，那么就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刑法来办事。可是依照刑法和宪法，宋总，这对你肯定是不利的，是有风险的。所以说，依法二字还在，就绝不能回去。哎，老程，你看啊，他们其实说话有3个主要的部分：依法、最大限度的从轻处罚啊。咱们先不去追忆这个依法，那这个最大限度的，不能说说而已吧？可什么叫最大限度呢？1天针对1年是最大限度，死缓针对死刑也是最大限度。宋总，在回国这件事情上，本身就是一场冒险，一定要谨慎，再谨慎。来，老程，把“依法”2个字去掉，啊，你去跟他们谈。好吧，我试试看。快去吧。之前我们说过，如果宋成功做到2个如实，我们可以对他依法最大限度从轻处理。现在宋成功方面要求删除“依法”2个字，跟他沟通过了吗？沟通过了，对方坚持。你接着说。如果没有了“依法”2个字，那就等于去掉了法律的限定，最大限度从轻处理。最大限度，这个很难界定。依法2个字不能去掉。对，有了依法2个字，解释权才在宪法和刑法。如果没有这2个字，后果可能会很严重。那你说的这个最终解释权，老程，你过来呀！你刚才说的这个最终解释权，
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？如果依法2个字还在的话，那就是说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从某种层面上来说，可以这么理解。依法在前，后面的一切已经不重要了。那如果去掉呢？那情况可就大不同了。如果把依法2字去掉的话，那么最终的解释权就会产生争议，这样一来，只会对我们有利。我们很容易拿到主动解释的权利。主动解释的权利，你明白吗？依法2个字必须去掉。宋成功律师跟我确认了，由于在依法2个字上无法达成一致，宋成功拒绝回国。其实这个结果，我们也早料到了。回去跟他们说，依法2个字是一切可能性的基础。如果因为这2个字放弃合作的话，那么我们工作组就要启动第2套方案。不是我们逼他，是他自己把自己逼上绝路。廖启东等13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故意杀人罪、故意伤害罪、行贿罪，以及非法买卖枪支罪、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一案，现在开庭。公诉人，请宣读起诉书。怎么样啊？你吓我一跳。当然不吓我，谈的怎么样啊？他们很强硬，没有一点让步的意思。看来这是他们的底线，这也是我的底线。要不，我再找高局单独的聊一下。不用，不找他了。现在你去找他，我们就处于劣势。现在谁能扛得住，谁就占有优势，看谁着急。现在开审了。这宋成功回不去，咱们缺少一个重要的证人啊。我跟家里沟通了，宋成功这事儿避不开。施亚南·弗兰克出庭指证，也只能是廖启东在海外资产行贿受贿那些事儿。可这些事儿分量远远不够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再去找他谈谈。别急，这么大案子，庭审又不是1天2天的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审判长，我作为廖启东的辩护律师，认为公诉人把龙东集团定位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集团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。被告人廖启东，请发言。审判长，我的理解啊，什么是黑社会啊？它有组织，有头目，有固定的地点，甚至有教义和章程。我们龙东集团是一个合法的企业，我是社会上公认的企业家。你就这几个人，我也不认识啊。你问问他们，认识我吗？你问问他们是不是在龙东集团上班拿工资？这是无稽之谈呐！审判长，这些人都是宋成功的人，他们只受宋成功一个人的指使。这位被告人廖启东所讲的是否属实？你们回应一下。每月的工资都是由宋总按照个人账户发给我们，还有节日奖、
年终奖。工作服也都是宋哥给的，我们都听他的。枪械和刀斧也都是固定分发，完成任务以后再由宋总收好。存放在哪里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请公诉人继续发言。审判长廖启东，我们核查了龙龙集团和宋成功近10年来的往来款项记录。宋成功每年收到的款项数倍于他的薪水，那么超出来的部分，正是支付给了这些被告的款项。应该说啊，宋成功干的还是不错的。工资之外那一部分，是因为他业务优秀，是工资之外的奖金。你法律也没有规定董事长不可以给这个 CEO 发工资之外的奖金吧？在龙东集团的办公地点，搜出了许多凶器枪械，你怎么解释？廖总日理万机，常年在外面奔波，他怎么可能知道公司多了什么人，多了什么东西？他怎么可能完全知晓？宋成功私底下搞的那些东西，应该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吧？公诉人，对于被告的说法以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，检方有何回应呢？审判长，我们认为，龙东集团这个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是有头目的。目前来看，至少宋成功就是主要骨干。对于他和廖启东的关系，因为宋成功未到庭，不能确定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藏匿枪械，有固定的地点，也有不成文的规则和规矩，甚至还有固定的工资和奖金。我们也调查了龙东集团的部分员工，这些被告，他们都经常见到。我们调取了公司的监控，也证实了这一点。由此可以断定，龙东集团完全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、行为特征和经济特征。辩护人，你们有什么异议吗？审判长，我不认可公诉人的意见，这些只能算是编外的非正式团伙，都是宋成功私底下建制的，跟龙东集团和廖启东完全无关。行了，可以。哎，秦经理，怎么这几天没有见宋总来我们这儿用餐啊？哦，他起不来就不吃了，有的时候让人把饭送他房里去。打听这些干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我这不看宋总不来，我们这儿挺冷清的嘛。我跟你啰嗦一句啊，在这个地方干事儿，少说话，多干活，对你有好处啊。哎，老程，这2天他们那边是什么情况？没什么情况，很平静啊。不应该呀，这不都开庭了吗？不会是他们不需要了吧？不会吧？哎呀，我觉得也不会呀。宋总，你说我们这2方都互不退让，这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好处啊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想一个办法，找个台阶下。你在这站着干什么呀？到门口守着去啊！哎，程律师说的有道理。审判长，公诉人提的这问题我都不知道，你让我怎么承认啊？施亚楠的证人证言呢？你怎么解释？施亚楠有钱，在海外购置房产，那是他个人的事儿，和我有关系吗？施亚楠和你是情人关系，
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，你不否认吧？我在社会上是有地位的人，你这样说话太不负责任了。当然，我和施亚楠是有过接触，但是并不密切。施亚楠是个有主见的人，他做的事儿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沈班长，我方对施亚楠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表示质疑。即使廖启东对施亚楠有过金钱方面的馈赠，但是这些钱，施亚楠拿去之后做了什么，那完全是他自己个人的事情，不能代表与廖启东有关。郭素人，证人施亚楠今天到庭了吗？沈班长，证人施亚楠正在庭外等候，我们申请他出庭。准许。他。证人请坐。证人，请向法庭说明你的身份。我叫施亚楠。施亚楠，请你说明一下，在你的证人证言中关于廖启东海外行贿的相关内容。在2010年到2013年期间，我曾以个人名义替廖启东在英国代持过2套豪华别墅。钱是他出的，事情是我办的。后来我跟廖启东分手，便将代持房产转到了弗兰克名下。此前，廖启东大部分海外支出、迎来送往，都是由我代办的。还有，儿童青少年的夏令营业务，实际上也是廖启东苦心经营的朋友圈。他通过这种方式贿赂他们，打通腐败交易的通道。施亚楠，你不要忘恩负义，血口喷人，好不好？廖启东，离开你的这几年，我已经彻底想清楚，我曾经被你蒙蔽，被你利用，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。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毁掉了自己的事业，与父母长期隔阂。今天，我就是想在这儿，把所有的事情都说清楚，也跟自己的过去做个了结。法官，这个女人是疯了，她这是由爱生恨啊！安静。证人，请继续。亚楠，我看到你在法庭上的视频了，你表现得很好，祝贺你啊！终于要跟过去彻底道别了。我终于知道心里有块巨石被挪走是什么感觉了。要回英国了吧？一定特别想孩子吧？当然，但是在回去之前，还有一地方。我跟威廉要先去一趟。我懂，一定要回家看看。你放心吧，这个世界上哪有不原谅子女的父母啊？真的是要感谢工作组的每个朋友，是你们给了我勇气。勇气一直都在你心里，我们只是帮你发现了它。你做得很对，谢谢你们。常律师，
局已经用晚餐了，正往这边走呢。好，那你快走。哎，走吧。哟，高局，吃了吗？吃完了啊，准备出去啊？啊是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我想出去散散步啊。哎，一块走走。我不了，回房间看看东西。哎，对啊，这个东西可能你也感兴趣，一起来吧。哎。照亮你的天空，我向着海的另一边远航，平行的坚强去对抗风向，只为你眼角不去的星光，终于可以安放，因为你是我永恒的船桨，多远都不会迷失了方向，只因同一种微笑的倔强，我们血液中流淌，不曾遗忘。